Hello， Tesla 迷们，大家好！谢谢您点击观看我的影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关心最新 FSD Beta 这个功能，连我自己也看了很多别人分享的片段。只可惜我几天前拿到的是 2020.40.8， 这个新功能的软体版本为 2020.40.8.10， 差一个10，差这么多，你知道吗？那么我今天就来分享我对这个新功能的看法。至于画面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我还没有拿到这个功能。可是呢，我也不想去别人的影片来放在这里，好吗？这个我真的做不到啊，我真的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请大家原谅我。那我如果看到那些片段，我想要评论的地方的话，我就把它剪辑下来。那么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都是我自己在体验自动辅助驾驶的画面，然后这些片段呢，都会是在我的频道里面都有呈现过。那么至于别人的那个画面呢，我可以把他们的连结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里面，然后让你们方便去看到它原本整个片段的画面，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在我的频道里面播出，毕竟这不是我的影片，我要尊重这些创作者。现在呢，我来把这个说明翻译成中文，那么英文的观众呢就可以直接把它跳过。那么这个使用说明我翻成中文的时候，也有可能翻译的不好，那请你们就是在留言那边帮我做纠正。那么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全自动驾驶 Beta 目前只开放给少部分使用者，驾驶必须要特别注意路况。此系统或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驾驶必须要时常手握住方向盘，请保持警惕。当全自动驾驶系统 Beta 启用时，车辆会自动变换车道下高速公路交流道，并且在分岔路口依据导航系统的路线选择正确的道路行驶。车辆也会自动绕过其他车辆或是障碍物，也会自动左转、右转。使用全自动驾驶系统 Beta 时，一定要随时提高警觉，随时做出反应，尤其是在死角处、人行道以及狭窄道路。这个功能看起来是可以自由选择开启或关闭。我猜关闭的时候，视觉化效果应该就不会这么复杂了吧？如果你们有常看我的影片的话，应该都会了解我是一个自动辅助驾驶的重度使用者。大约有 90% 以上的驾驶时数是由自动辅助驾驶完成的。这样的使用经验，看了这些人的片段，首先我觉得最惊奇的就是圆环的部分，因为我自己在去年开始就测试很多遍，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圆环它可以自由的达成的话，我相信这会造福欧洲很多车主，因为欧洲实在太多圆环了。再来就是左转右转的部分。左转其实去年3月有些不是90度的左转弯它能够成功，尤其是10月 Version 10大更新的时候，它甚至可以没有线的帮助下完成。至于右转的话，在美国有很多右转的车道，它是大约有 90% 的成功几率，但是没有右转车道的补助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那么我看完 FSD Beta 这些画面的时候，它竟然可以左转右转自如，而且呢，看起来疑似它还会停下来等待对向的来车，这是让我觉得还蛮惊奇的事情啊。而且呢，它还可以自己去左转的车道。那么以前的话，就是如果没有 FSD Beta 的话，那就是凭你的运气，因为基本上他并不知道他需要去左转的车道，
那么为什么我说运气的话，是因为每次他快要到左转的车道的时候，他会不知道他要选择直线的车道或是左转的车道。但是如果他选到左转的车道，然后你刚好要左转的话，那你就不需要解除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所以这个是我说凭运气的原因。至于绕过障碍物，这个片段是中间突然有分隔岛，而且疑似没有中间线。我很少会有机会尝试这样的路段。依我对自动辅助驾驶的了解，应该是50% 的成功几率吧。我猜他应该会在后面走完分隔岛的部分的时候，发现没有线，然后他就会开始尖叫呢。但是如果有线的话，他就会把它当成一个车道，然后只是有点弯弯曲曲的，然后就会行驶得非常的平顺。每次都会失败，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障碍物就是脚踏车了，但是我得画图说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我特别要把这一点拿出来给你们看。OK， 这是我画的图，那就是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很丑。那这个就是代表特斯拉，然后这个代表脚踏车，然后这个车道有分为左车道跟右车道，然后这边就是路肩的部分。所以呢，通常我们看到脚踏车的时候，它以前是一直都会跟在它后面，所以如果脚踏车骑很慢，它就是会一直这样子跟在它后面。那我的做法呢，我会打方向灯到左车道去，所以它就是转到左车道了以后，然后经过脚踏车以后呢，我还会再打方向灯，再转回右车道来。这通常是我的做法。但是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每台车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那是我这台车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它变成是这个脚踏车骑在路边嘛，但是他看这个车道还有位，他竟然会从他旁边钻过，而且也没有减速。可是他再怎么样呢，都不会自己切过这个中间的线。它主要就是还是会保持在车道上面，然后如果你要它切过这个线绕过它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像我刚才那样子说的，就是打方向灯让它自己切换车道，然后再打方向灯回原车道。那么现在多了一个脚踏车道，但是如果这台脚踏车不小心骑到这个线上的话，特斯拉还是会认为这个车道已经有一个障碍物，所以它还是会持续这样子跟着脚踏车。今年开始有一个更新叫做红绿灯与停止标志控制的那一个更新以后呢，我们发现它只要是看到有脚踏车，它就会这样子慢下来，而且是在很远的距离，它就已经很明显的减速，然后跟它跟得很远，然后它也还是不会这样子超过到隔壁的车道去，但是它就是远远的这样子跟着它，即使它这边有一个脚踏车道，它还是会这样子做。但是我看到这个 FSD Beta 这个片段的时候，我认为那个状况是这个样子，就是脚踏车骑在路旁嘛，但是特斯拉竟然就是这样子切过中间的线，然后绕过它，然后再切回来。基本上这种事情就是根本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它要切换车道，就是我得用手控，然后要打方向灯，它才会切到，它不会自己这样子去绕过它。而且我看那个片段真的是太美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可以这样子绕过的时候，感觉就很像一个真人在开车，你知道吗？就是看完这个脚踏车的例子，我认为这个右转车的状况，它应该也会绕过，而不是在后面傻傻的等。那么以上就是我看完 FSD Beta 后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东西。我的看法是，还是不要太过期待，因为通常抢先分享的片段呢太及时了，可能也没有很多时间去体验。
也或许他们也只是分享好的部分，然后失败的部分没有分享出来，毕竟它是 beta 嘛。好吧，希望特斯拉快点给我啦，快点完善这个真正自动不用补助驾驶系统，然后造福这些无法自由行动的人吧。其实呢，真的自动驾驶这个技术，我想他们应该早就有了嘛。你看这个片段，你们应该也看过很多遍了。自动驾驶这种东西，在我居住的区域，其实有很多公司都在测试。那他们是花钱请人来收集路况资料以及驾驶里程经验。可是呢，特斯拉呢是车主花钱去帮他们